是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啊，它就是因为血糖的一个慢性持续增高啊，如果他平常可能会有一些多饮啊、多尿啊，那个消瘦啊这种症状体征，如果家人没注意被忽略的话，他就会可能就是严重到突然的酮症酸中毒，然后昏迷过来。所以血糖升高啊、昏迷啊，有时候如果对这个病认识不足的话，也会误诊成其他的疾病，比如说他腹痛啊，误诊成急腹症啊，开刀啊，误诊成脑炎啊，误诊成什么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没有一个什么长效啊，或者什么胰岛素，打一次了以后就终身不用再补了，所以它就要根据我们目前的胰岛素，它有短效啊、中效啊、有长效啊这种剂型，还有根据他的饮食习惯，饮食会受限制，然后旅行呢会要带一堆的行装，还要定期去监测血糖。那么你要是每次吃一次东西，你都去拿个针打一打，拿个针因为那个针哈，那注射器啊，首先要把皮肤消毒，然后呢要把它调到我用多少刻度，那我要打进去，这个过程呢就比较繁琐，比较麻烦。所以你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给它搞进去，就按一个按钮就进去了。当然你不要鼓励糖尿病孩子随便吃，但是呢他就比较相对自由的生活，而且他会有一个胰岛素维持在那儿，然后他需要进餐的时候按一下就可以了，所以给他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便利。1000分之3的概率，一型糖尿病是影响儿童健康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全球每天都会新增200多名一型糖尿病儿童患者，也就是说，每450名儿童中就有1人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作为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本身无法预防，多发于儿童及青少年。目前人类还无法治愈一型糖尿病，但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绝大多数青少年一型糖尿病患者都能达到正常人同等的生活质量和寿命。一型糖尿病患者需终身使用外源性胰岛素替代治疗，血糖控制的主要方式为每日注射胰岛素。注射的方法有2种，一是使用胰岛素笔注射，可多次使用的胰岛素笔约200至300元一支，加上定期更新的笔芯、血糖试纸、胰岛素等耗材，每月费用为3000至4000元，但需要患者使用前后通过反复消毒，保证胰岛素笔芯不被污染，且无法因增加运动量或增加进食灵活调节胰岛素剂量，容易导致血糖过高或过低。二是使用胰岛素泵输注，胰岛素泵一般可使用4至6年。患者通过控制胰岛素泵上的按钮，能随时启动或停止胰岛素输注，有利于患者较好地控制血糖。然而，胰岛素泵一次性购买的价格约在2万至9万之间，定期更换的储药器、管路及耗材每月费用约2500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开销。除治疗上的经济压力之外，青少年一型糖尿病患者还面临着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有的学校和企业会以疾病为由限制一型糖尿病患者的升学和就业机会，使得他们无法和普通人公平竞争。一些患者心里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焦虑或抑郁，面对未来举步维艰。生活中各种压力迫使许多家庭都选择向周围人隐瞒病情，因为他们害怕遭到偏见和歧视。青少年一型糖尿病患者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多，在他们的健康成长过程中，若能有效地控制血糖，便能与普通人无异。他们可以上学、运动、婚育、工作，他们能够实现个人的梦想，也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让一型糖尿病的青少年患者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极为重要。国际糖尿病联盟主席曾呼吁，不但要挽救糖尿病患者，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而且还要最终找到好的办法，使儿童糖尿病患者终身受益。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山东省青岛市从2015年开始，财政投入2.3亿元实行特药特才救助政策，将0至18岁一型糖尿病患者使用的实时动态胰岛素泵及耗材纳入特药特才医保目录的报销范围，报销比率为70%。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市以政府指导、商业补充保险的形式，将18岁以下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胰岛素泵及耗材纳入商业保险报销范围，报销比例为70%。这样的报销政策能极大地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有利于他们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倡议更多的城市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胰岛素泵及耗材纳入医保或由政府指导的商业补充健康保险的报销，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防止这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愿社会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接纳青少年一型糖尿病患者，关爱他们的生活和成长，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你是为什么要来听我们中午的这个演讲？我觉得我看了你们的科普视频，然后呢，那个视频其实我是第一次了解这个糖尿病的，然后呢，确实比较清晰明了，然后我就也知道说在学校里面会举行这个演讲，我就来了，然后确实今天收获很多。就是也知道了一型糖尿病的那些患者家庭啊，他们确实挺困难的，而且大多数患者都是一些青少年。那如果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他科普的这些什么，包括医疗保险什么的，70%纳入这个算在可以报销，确实我也是刚刚了解到。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很多家庭的金钱方面的困扰可能会相对减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希望未来能从哪个渠道了解到关于一型糖尿病这个科普的信息呢？因为我的话是从朋友那里分享给我的，然后呢，我呢就希望说，如果是能更多人看见的话，就肯定是在一些小视频上面。就我的姥爷和姥姥也都是糖尿病患者，但他们虽然不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但是确实我有。就是能看得见，就是糖尿病这个对他们生活的一个影响，还有对他们生活造成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就是我能看到说，如果就是要去注射的话，他们需要每天晚饭就是饭后去那个卧室里一个人单独在那边注射针，然后就是蛮麻烦的。而且家里如果来客人，被客人看到也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吧，就是他们有可能就会一个人就是偷偷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有胰岛素泵的话，会是一个极大的帮助。